我就说嘛，他邪性的很，不是个好东西。没错，现在想来，每次的事都是他挑起的，不然就是挑唆别人。对了，昭昭，虎头帮那么多人，让他们帮忙找肯定快。天罡寨弟兄都在外地，赶不及，而且我感觉他有些奇怪，或者说危险，还是别让虎头帮的人去了。不过昭昭有办法。他去袁洛瑶书桌里翻找到一本书，跑去了静堂。爹爹，我需要把这个给爸爸闻一下，他可以找到云洛瑶。好，爹爹帮你去送。啊！云昭昭回到学堂的时候，胖昭，你那豹子到底什么来头啊？怎么连缩人也会？那当然，爸爸找不到，那就没人能找。等等，你叫我什么呀？妈呀，说漏嘴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平时都没当面喊过。那就是背后喊啦。赵锦辰，你死定了！一套降龙伏虎拳外加铁头功，赵景成飞出去2米远。你们这帮损友，只眼睁睁看我死啊！太傅府墙头，小祖宗没找到。怎么会？我循着气味去找，侯府附近100米，他的气味就消失无踪了。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，除非他深藏异宝。我知道了，这事我会和爹爹说的。抱抱点头，半晌没听见小祖宗后话。小祖宗，你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今天我在学院遇见了一件非常糟心的事。糟心？有多糟心？霹雳一声震天响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乖孙儿，可是今日饭食不合你的胃口？不爱吃没事，祖母再让厨房去做。昭昭想吃什么呀？祖父祖母，你们不懂。不懂？对呀，女孩的事儿，你别猜，猜来猜去也不会明白。祖父祖母也知道，昭昭现在不是一般人了。以前我还不理解周婶为何要减肥，现在昭昭明白了，这人呐，形象要走在前面，更何况是我们这样手底下弟兄上万的人，对吧？没错，我家昭昭天赋异禀，真棒。天赋异，那是什么饼？名字好奇怪，昭昭怎么没吃过？好吃吗？行了，时间到了，该上学了。一顿饭不吃就不吃吧。爹爹哪里都好，总是说一些伤感情的话，弄得昭昭胃里好冷。不该是心里冷吗？胃也会冷。正帮他教训儿子，不想云昭昭喔呀一声被门槛绊倒。哎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摔疼了吧？本来就是被叫胖包，现在说成大饼脸，更没形象了。胖昭原来是被起外号了。谁？告诉祖父，祖父帮你找他家长去。本来没多大的事儿，你们一去还得了？放心吧，昭昭自己能处理好。祖父祖母放心，昭昭可以的，勇敢昭昭不怕困难。上书房里，齐国方向可有消息？你估计的不错，在齐国和大田接壤的通州，有人说发现过他，不过很快就查无所踪了。你的意思是齐国皇室接走了他？极有可能，毕竟那个齐顺早就想要转世仙童了。这个女孩留之不得。这次咱俩倒是想一块儿去了。放心，对昭昭有威胁的，本王通通不会放过。这齐国一行不如尽早提上日程吧。对了，你们南宫府给昭昭吃什么了？怎么有些积食了？你确定是积食？不然呢？他都2日不怎么吃饭了，不是积食还能是什么？唉，他在减肥。你跟本王开玩笑吧？其实在减肥这件事上，云昭昭是有过动摇的。昭昭，这2天干嘛去了？怎么都不来找哥哥玩了？
真哥哥，有件事你要老实回答我。小奶团有心事了？好，你问，真哥哥一定实话实说。真哥哥，你说昭昭胖不胖？我们昭昭哪里胖，分明是圆的可爱。走，跟哥哥吃饭去。云昭昭一副备受打击的模样，圆的可爱，这模棱两可的回答让他吃是不吃啊？昭昭还有事，真哥哥先去吧。你去哪儿，昭昭？任由铮怎么叫也换不回他坚定的脚步。挠挠头，他哪里说错了吗？假扮学社外，云昭昭握拳，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小郡主你好啊，锦衣他有事刚下山，不如你告诉我，回来我帮你转告他。那就麻烦你帮我问问一哥哥，昭昭胖不胖？他一定会如实告诉我答案。就这？郑永旭哈哈大笑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哎呦，小郡主你也太可爱了，胖就胖呗，我家小妹一口饭嚼半天，一顿饭吃半个时辰，能把人急死。我娘啊，巴不得有你这样的胖宝宝。行，我记下了，一定帮你转达到。待人走后，云昭昭僵硬风化：我胖宝宝，他是胖宝宝，小金莲的世界里天塌了。翌日一早，你这什么衣服？额头上绑着的这是什么？是战服，减肥大阵的服装，昭昭特意让姨姨做的。小崽子，你不说了，昭昭要跑步去了，爹爹再见。这小崽子怎么说一通是一通？蚩尤，赶紧跟上，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。是，王爷。这不是昭昭的虎头鞋吗？是啊，王爷，破洞了而已。昭昭非说是他脚太胖顶破的，哪里胖呀？谁家有这么个福气娃娃，不得稀罕死？都是那九门提督家的景城少爷给我们家小郡主起外号，叫什么胖昭。这下可好，孩子连饭都不怎么吃了。雍和宫外，齐萧，你别太过分，本王不过是想带昭昭去吃顿饭，你凭什么拦着不让他去？你能让昭昭吃饭，算本王欠你个人情。本王怎么不明白了？就是因为他不吃我才来找你的，你脑子没毛病吧？他5日没怎么吃饭了，九门提督之子在学院说他胖，他正减肥呢，不然你以为本王舍得让他不吃饭呢？说完，齐萧甩袖而去。入夜，九门提督府。夫君啊，你今儿是怎么了？干什么一直照镜子呀？不是说白日累了吗？自然累，这2日东西巡防六营的事儿，突然都落在我肩头，忙得我脚打后脑勺，连口水都没时间喝。这是摄政王器重你呢，那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正因如此，六王爷说我日渐肥硕，不注意形象，我这才确实总和那些大人喝酒，肚腩长了不少，而且少妇大人也提点了，说很多事要是想不通，让我照照镜子就懂了。爹，你怎么跟女生似的，也有身材焦虑？我不过就叫了一句胖昭，昭昭都好几天没理我了，弄得我吃饭都不香，上学都不痛快了。你给朝阳郡主起外号叫胖昭？赵魏德当即灵台清明。你小子别跑，老子让你害惨了。翌日清晨，昭儿别生气了，我嘴欠行吗？好虾肉，像素大虾，蘸焖子，甜奶羹，饿死了，饿死昭昭了。云昭昭，你至于吗你？我是那么爱你，你懂吗？小爷养的田鼠，我叫他胖鼠；小爷睡觉抱的枕头，我叫他胖枕；小爷最好的兄弟，我叫他胖昭，你明白了吗？树梢的赤瑶纵身而下，及时递上一壶奶。云昭昭垂死病中惊坐起，一把抱过，仰头吨喝了个干干净净。再来！赤瑶暗想，还是王爷了解小郡主，3壶奶让小金莲重新焕发活力。人如果没有梦想，和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？走，好兄弟，吃饭去。
学院里，不许喊，听见没有？你一点都不胖，易哥哥就喜欢你这样。还不都是哥哥那个同学说昭昭是胖宝宝？不过现在昭昭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真正的勇士必须拥有强悍的体魄。嘿，昭昭再也不减肥了。哎，食堂，招生我来啦！说完，抱起饭缸，脚步匆忙地跑了过去。我干嘛？你说干嘛？胖宝宝是你叫的吗？欠揍是吧？朝阳郡主，不带这么告状的。傍晚，乖宝，爹想死你了。一会儿咱先去吃饭，然后今晚睡王府。你看看爹给你新布置的房间，绝对喜欢。好呀好呀，那昭昭要吃多多的，把爹爹的荷包都吃光。这就对了，多吃多睡才能长得好，长得快。别听其他人的，走，爹今儿把魏轩坊的美食都给你点上。好耶，爹爹最好了。爹爹，小郡主真乖，王爷最近太累了，让他睡吧。过来吧，嬷嬷带你去喝牛奶。管家嬷嬷，为什么说爹爹最近太累了？王爷秋闱考试后被皇上派去吏部，那里的尚书孙淼是二皇子的外祖父，和咱们王爷向来对立，可不得趁机刁难。听说还要伙同百官联名上书，弹劾王爷德不配位呢。孙淼我知道，那是个老坏蛋。好呀，他竟然敢欺负我爹爹，昭昭怒了，真的怒了。你说说，我跟你这个小奶娃说这个干啥？明日王爷醒来，该怪我多嘴了。睡吧，爹爹，昭昭的爹爹由昭昭来守护。翌日天光刚亮，朝阳郡主，你这是何意？嘿嘿，他还敢问我？好你个帮凶，你说是不是今天想上朝，让3秒弹劾我三爹，说他德不配位，要把他赶出吏部？李光启戏谑道：小郡主，这些是大人的事，不归你管。你呀，还是回家和泥玩吧。啊！云昭昭拧着小眉头，在他转身的瞬间，唰的从布兜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黄色符纸。去！只见那黄符贴在李光启后背，在光下竟隐了去。打不死你算我输。走了，继续下一家，只要是和二皇子交好的，挨个让他问候了个遍。哈哈哈，敢问郡主有何事找本官呢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这一胎想稳，看你自己的了。江鹤一惊，看着他手里黄色的符纸，顿时想起之前水灾的传闻。你在吏部是不是为难过我爹爹？江鹤紧张的满头汗，只觉得这辈子有没有儿子就在这一纸黄符上了。没有，下官怎么敢在摄政王面前造次啊？我说的是我三爹爹，你脑子笨笨哦。三爹？哎呦，瞧我见到小郡主太激动了。那些公务都是尚书大人让我分给六王爷的，至于为难，下官可真不敢。他见云昭昭不信，下官对天发誓，所说一切都是真的，绝无虚假呀。好吧，姑且相信你。从今天开始机灵一点，在吏部怎么做，不用我教你了吧？下官明白了，小郡主请放心。这态度还算阔矣。云昭昭在他恭送的目光下伸了个懒腰，走进晨光里。孙尚书，你今日一再去雍和宫外求朕主朝，可是有要事禀告啊？陛下，臣身为吏部尚书，有些话实在不得不说。六王爷他德不配位，实在难堪吏部主事一职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哦，孙尚书，这是对朕的旨意不满了。臣不敢。皇上，这不是臣一人所想，
实乃朝臣们共同的想法，还请皇上圣裁。好，既然是弹劾，所有反对的大臣站出来，说的有理，朕定应允。老二，这临阵反水唱的是哪一出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莫要胡说！臣李光启要弹劾朝阳郡主，挟私报复，请陛下为臣做主啊！你说弹劾谁？那朝阳郡主早早便敲响陈家的大门，质问臣是不是要弹劾六王爷，一言不合就对臣下了黑手，不知给臣下了什么药，至今腹中绞痛不止。混账！昭昭他小小年纪，怎么给你下药？什么途径？如何下的？你说清楚，不然本王告你污蔑当朝郡主，按律例可是要打30大板。不是他还能有谁？谁知道天罡寨那帮人是不是给了他什么药粉？不然臣怎么会？简直胡言乱语！这种药粉臣闻所未闻，李大人可莫要信口开河。刘大人、吴大人，你们不都被找上门了吗？你们说句公道话。两人一个缩紧屁股。姜侍郎，小郡主也定去找你了，你说说她是不是？启禀皇上，小郡主确实来找了臣，只不过是关心六王爷在吏部会不会太累，并未有李大人所说的事儿。这下没话说了吧？说本王德不配位，不如先看看你们自己是个什么德行。按照大前律法，敢以诽谤相告者，以所告者罪罪之。来人，把李光启拖出去，杖责30大板。至于吏部尚书孙淼，年事已高，行事糊涂，又结党营私之嫌，发入大理寺，择日待审。尚书大人，都是你指使下官弹劾六王爷的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啊！胡言乱语，简直不知所谓。皇上明察，臣没做过，真的是被冤枉的。立冬日，历时1个多月的孙府案终于迎来了结局。吏部尚书孙淼经大理寺查证，贪污受贿50余万两银，勾结朋党，当即下令凌迟处死，所涉案官员一律从重处罚。此时侯府里，何事快说，本侯还有公务在身。哼，侯爷说话真无情，哪是我想耽误你公务，这不是儿子想爹了吗？你给我适可而止，这孽种是谁的你心里清楚，休想把屎盆子栽本侯头上。我也不想啊，谁让侯爷你不行呢？人家这个年纪总不能守一辈子活寡吧。云髻捏紧拳头，心中悲凉，被一只猪砸断腰，自死不举，传出去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你让我来就是故意报复我，看你奢靡，花光我1年的俸禄。你可知我母亲瘫痪，每月寻医问药是多少银子？你作为儿媳，怎能连看都不看，甚至问候一句都没有？你，侯爷，其他都好说，想让我不铺张浪费可以，想让我关心婆母也可以，甚至我可以永远替你保守秘密，但前提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先说，本侯听听看。不难，侯爷别紧张。听闻朝阳郡主的福祉极为灵验，我想请侯爷去帮我求张保胎符，也好顺利诞下灵儿。云髻眼前一黑，牙龈几乎咬出血。侯爷不依？那好，我现在就去说。本侯答应你。亏你能想出在这个地方见面，真有你的。只可惜遇见公主太晚，光启实难克制，还请公主恕罪。没错，这人正是礼部侍郎李光启。若论两人如何纠缠到一起，还得从那30大板说起。若不是公主求情，光启如今焉有命在？
萧冉十分享受他的亲吻讨好，情动地搂住他。莫急，我交代你的事办好了吗？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那张符纸，小孩子胡闹的玩意儿也就你当个真。公主，如今朝堂的局势想必你也清楚，二皇子和六王爷势同水火，这时候如果淮阴侯出了事，我就是二皇子身边唯一可重用之人，从龙之功那可是头一份的，我这也是为咱们儿子铺路啊。我是云记过门的妻子，他出了事儿我能有何？况且你凭什么认为一个符纸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收拾了他？曾经六王爷就因为孙仪可以接近他，差点杀去侯府。现在他若是私下接触了朝阳，你觉得那三人会有什么反应？见萧冉犹豫，他亲昵地吻上他肩头。你小心点儿，还才不足2个月呢。萧冉羞臊地红了脸，很快娇娥地喘了起来。昭昭。见袁昭昭虎着脸瞪他。朝阳郡主，下官有事想请你帮个忙，能单独谈谈吗？不行，在外面不能跟陌生人说话。哈哈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说句话，不耽误你们玩的。行，那本郡主姑且一听。行了，有什么话快说吧。你刚刚滑得很好，你好像做什么都很厉害。闲屁别唠，直接上桌，兄弟们都等着呢。好，我直说了，我夫人五公主怀孕了，需要一张保胎符，还请朝阳郡主给画一张。江湖规矩都不懂吗？保命符那么珍贵的东西，是说能就能给的吗？你拿什么买？去寺庙，这符纸都是上香所赠。之前听说工部侍郎他们的也是生日宴上。屁话怎么那么多？有交情没交情能一样吗？这点规矩都不懂，难怪越混越差。走了。别，这个给你。你怎么说也是个侯爷，1两银子也能拿得出手。我先欠着，以后再。不行，虎头帮没这规矩。这样吧，看你可怜，拿个秘密来交换，说满意了，我就给你画一张，也未尝不可。7岁那年，我拿过邻居一个窝窝。偷就是偷，什么拿呀？这也叫秘密？你祖母不，我娘，她为了供我读书，也偷过别人家鸡蛋。我夫人看着是高门贵女，端庄贤淑，实则很是虚荣。她曾经看上了游房一，人家没要她。他接连说了30多个，口干舌燥。袁昭昭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。朝阳郡主，我说了这么多，现在该给我画了吧？你是说不少，可都不是我想要的秘密，白白浪费我时间。走了。好，我就再说最后一个，肯定是你想听的，是有关云洛瑶的。云洛瑶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里齐国瑞亲王会带兵攻打大前，百越趁机瓜分领土，而把城门打开，里应外合的人就是齐萧，你那当摄政王的爹。你放屁，我父王才不会。哼，梦中预言是真是假，以后就见分晓。不过云洛瑶能在大理寺那么多人手下潜逃出去，是有点神通在身上，你也莫要自欺欺人。好了，符纸可以给我了。要是熟悉袁昭昭的人，定然知道他2个小啾啾高高翘起，是怒极了。给你，刚才的秘密不许告诉别人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，我不傻。说了，有谁会信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事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他用这个秘密给我换了一张保胎符的。秘密？关于谁的？是云洛瑶。从他说的话里面，我更加能肯定云洛瑶不简单。
娘说了，多想无厌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他如果真存了坏心思，早晚还要出现。走吧，去学院。今晚娘说要请你们去我家吃羊肉锅子。好耶，那最喜欢吃锅子啦。晚上，嘿，姐姐们都来了，是不是都想招招了？哈哈，一起睡一起睡。哈哈哈，皮崽子，你屁股就要遭殃了，还没心没肺呢。干嘛？三爹第一次集合，难道想接力打招招？眼见齐萧沉着脸走过来，哎，爹爹你忍心吗？小崽子，你干嘛呢？求原谅啊！指挥使就是这么对指挥使夫人的，听赵虎说极为管用。虽然不知道爹爹生什么气，但先认错总不会挨打了吧？看不出来，赵印在家这么没地位。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今天是不是见云际了？爹不是叮嘱过你，不让你和他说话的吗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又让你去侯府了？没呀，昭昭记得爹爹的话，今天夸了他30多个秘密，还顺便看了他一把。什么秘密？说来听听。云昭昭顿时眼神八卦起来。就这样，邻居家鸡蛋就没了，还有个窝头也消失不见了。牛探花不愧是貌若潘安的美男，第一次在公主府见，昭昭就看他不一样。不过相比起来，还是爹爹们俊多了。还有啊，萧荣章听得好笑不已。以后继续。好嘞，三爹。就这，只当你给他一张保胎符，他那样的人怎么配？可是孩子不是他的呀。云昭昭一句惊雷，震了仨爹一跟头。仔细说说。云昭昭看着他们，一五一十分析。看面相就知道了，他眼下青黑，发底显凸，明显深水不足，下巴光滑，没有一根胡茬，就跟千禧公公还有盛爷爷一样，连声音都比以往尖细了一些。该死的老五，竟然污我皇室声誉，简直……不想在女儿面前骂人，只能愤恨捏手。早知道瞎给他画一张好了，这一胎不该保的。本来就不是保胎符啊，是偷听符，只要人贴身带着，昭昭拿着这个就可以听到他说话哟。片刻后，齐萧咳嗽一声，滚蛋，不送。齐萧把门一踢，看时间不早，正想带他去沐浴，惊见他屁股后面。你新穿的棉裤怎么就开线了呀？哎呀，肯定是滑冰怪的，绝对不是放屁崩的，最近没吃豆豆呀。你呀，真不知道以后长大是个什么样子，怎么比男孩子还皮呀？定然像爹爹呀。爹爹，其实今天华艳红还说了一个秘密，是关于云梦瑶做了一个梦。齐萧听后瞳孔放大。爹爹，他说的真的对不对？你真要去齐国，可是你去那里做什么？刚刚他们俩在，为什么不说这个秘密？因为昭昭只想和爹爹说这个秘密。宝贝，别怕，那些不是真的，爹不会让你伤心的。如果是从前，倒很可能，不过现在不一样了。小崽子在这里，他舍不得让他难过。爹爹知道的。晨光从东边慢慢升起，鸿蒙学院里，昭昭，这不是符纸吗？怎么踩脚底下了？别提了，昨天晚上他咿咿呀呀叫个不停，跟母猫叫春似的，吵人的紧，弄得我都没睡好，就把他踩到脚底下了。看，这次又成鸟叫了。顾青青仔细听听，啥也没听到啊。云昭昭气呼呼地趴在桌上，把小三角放在耳边，从鸟叫中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二皇子，这是下官专门寻来的画眉，你瞧瞧。萧允情绪不高，皇子可是还在为淮阴侯一事烦扰？他明知我和摄政王老六有局域，还去找那朝阳郡主讨要护胎符，这根本就没把本皇子看在眼里。可不就是嘛，下官也还纳闷来着，
现在朝廷里谁不知道二皇子有意争储？这关键时候，他云际接触朝阳郡主，以下观看，他就是找个借口向对方示好。二皇子别忘了，朝阳郡主救灾民，招安天罡寨，现在外面都传他才是转世仙童。要是云际也投靠萧荣章，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啊！混账！别以为他们人多，储君之位就一定是老六的了。本皇子还有一张地牌，只要拿出来，定然让丞相为我所用。到时这太子之位还指不定归谁呢。李光启一怔，那头的云昭昭也同样一怔。啥迷呀？这二皇子还憋着坏招呢。二皇子何意？下官不明白。哈哈哈，告诉你也无妨。魏文的儿子儿媳就在我手里，有这2条命在，还不是本王说东，他不敢向西。李光启赫然瞪大眼睛，难道当年卫青坠崖一事是二皇子派人做的？二皇子，这事可不得了啊！一个不好，魏相的反扑可不容小觑。这，放心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我做的，而且人藏在……另一边的云昭昭完全醒了，正要听藏身之地，岑夫子一个竹板敲在桌子上，大声训斥：云昭昭，上课打瞌睡，一边罚站去！藏哪里了？到底藏哪里了？夫子，我刚刚那一刻清醒的不得了，干嘛要突然吼我？云昭昭梗着脖子，恨不得团巴把岑秋生扔进茅坑。夫子，我能证明，刚刚昭昭确实没睡，她只是在趴着。对，昭昭她不舒服。你是不是也有话说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好啊，你们一个个的在这儿帮他打掩护是吧？行，那就让他背诵刚刚讲的幼学琼林片段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在听讲。完球了，唐周惨了。杯酒杯，听好了，管中窥豹，所见不多，坐井观天，知时不广。国子监门口。什么嘛，二爹就在里面，干嘛不让我进？还说什么学府重地，显然免进。我很闲吗？我都很忙。昭昭，快回头。片刻后，云昭昭在郑永旭的担保下顺利进入国子监。哇，这里好大，比鸿蒙学院大多了。墨香味也比学院重。原来这就是爹爹平时讲学的地方，难怪那些学子挤破头也要来。这里好气派。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问我啊？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假扮经过秋试，已经有部分人进入国子监了吧？说着玩味地冲后面喊：哼，亏你天天念叨人家，可人家未必惦记你。大坏蛋干嘛害我？我哪有，不过是一报还一报，谁让上次小郡主你告我的状啊？我跟你说过国子监的事，你眨眼就忘了。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重要是吧？哎，疼！不许捏脸，越捏越大。昭昭还要见人的，再欺负昭昭，让二爹收拾你。估计要让你失望了。南宫夫子和外地来的经判在讲学呢，不到傍晚是回不来了。你呀，还是先想想怎么逃过我的手掌心吧。不行啊，昭昭有很急的事找他，再晚来不及了。什么事？这么着急？看小奶团摇头，就是不说。还有一个办法，昭昭需要有一个会口技的人帮我引出一只鸟。画眉定然听见了二皇子的话，他去二皇子府外把他引出来就是了。玉哥哥，你带昭昭去哪儿啊？不是要找会口技的人，巧了，国子监里还当真有一个。真的吗？谁呀？说起这个人，那可不得了，传言他武能上马安天下，文能提笔虐哭人，是咱们国子监头一号人物。他就是号称人间惆怅客的多情浪子纳兰琛。他母亲啊，是已是英国公独女，
当朝一品诰命夫人，他祖父是纳兰家族的族长。谈起这纳兰家族可不得了，百年钟鸣鼎食之家。云昭昭突然呕了一声，嘿，有趣了。旁的女子听见纳兰琛，一个个恨不得流口水，听到吐的，唯有小郡主你一个人。昭昭是小女孩，才不是什么女子。哟呵，好，郑哥哥错了行不？小郡主消消气。既然你把纳兰说的这么好，那和一哥哥比呢？谁厉害呀？这个嘛，小郡主以为呢？自然是一哥哥，还用犹豫吗？算你会说话。本来就是嘛。在下服了，不是小郡主对手。康康那个邪恶小表情，再让一哥哥看看。没有了，赶紧带昭昭去找那个纳兰吧。昭昭真的有急事需要他帮忙。这事儿还真记不得啊！原来是在错觉呀，好热闹。走，这小家伙是谁？对啊，头一次带锦衣带人来，是他家中的妹妹。他呀，可大有来头。你们不是都好奇朝阳郡主吗？就是他。说来我大哥大嫂的婚事还多亏了他呢。哇，好精彩！他们跑得好快，不过怎么了？不过昭昭很奇怪，他们的腰部以下为什么都打一个竹帘啊？是为了凉快吗？此话一出，周围人捧腹大笑。你们够了哦，不耻下问难道不对吗？对，小郡主说的对。哥哥告诉你啊，男孩子那儿最是脆弱，那竹帘是用来保护的。哎呀，又是刀哥的知识盲区。看，那就是你要找的人。一哥哥，现在叫他出来不行吗？看样子是不行，他是白队的主力，要想找他，得等赛事结束，估计要傍晚了。啊，这么久？一哥哥，昭昭还有一个办法能够提前找到他，那就是打败他，结束蹴鞠。喂，锦叶，你们不是吧？让你参加你不去，现在带个小的上场，你颠了？对啊，朝阳郡主才4岁，你再宠她也要有个限度，万一被人踩到、踢到、磕到，你不怕摄政王他们？切，废话那么多，既然怕就保护好她。宫锦衣说着，把2套衣服扔他们身上。想上也行，但不许踢，跟着跑就好了。跑行好啦，昭昭腿没有他们力气大，但骨头硬啊，同样也可以进球的。竹帘也要在，昭昭也需要保护。哎呦，没上场我肚子都快破了，咱能不去吗？就是啊，我真不行了，我想去旁边笑会儿。不行哦，郑哥哥、金哥哥都要出力，我们是一个团队的。行，郑哥哥帮你。对，庆哥哥也豁出去了，谁让咱们是一个团队呢？候补上场。你是纳兰森？小家伙，我叫纳兰琛，摄政王没教过你，叫错别人名字很不礼貌吗？我知道你叫纳兰森，叫的对吧？为什么说我没礼貌？纳兰琛疑惑地看着他。你干嘛？原来小米牙长了半颗，说话漏风。你完了！嚣张又怎么样？有本事比一场，敢吗？小家伙有求于我，对吧？没错，听说你会口技，想让你帮个忙。行啊，赢了我再说。说吧，学什么动物？你就不问问为什么是二皇子府？我想做什么？无所谓，愿赌服输，其他的我不感兴趣。行，一只画眉鸟，我需要把它引出来。刚说完，纳兰琛口型微动。我听花本子说，这样的本事最合适红杏出墙，半夜3更，什么意思？本人不光会口技，耳朵也很灵敏。昭昭没有说你坏话呀，就是好奇。纳兰琛指指天上，是他吗？
这不是画眉，是金翅雀，你难道分不出来吗？那我没办法了，凑合一下吧。你是要找那只画眉吗？它死了。你说死了？画眉死了？它不是今天刚被送过来的吗？怎么会死？是二皇子的小儿子干的，他逗弄画眉，还背着他的嘴喂水塞肚子，没一会儿画眉就死了，他可坏了。云昭昭听得肺都要气炸了，捏紧小拳头，低着头就往胡同外走去。他怎么这么慢呢？一包枣瓜汤，值当去那么久。去，还要吃魏轩放的黄米烧麦，现在就要吃，快去！哎呦，小少爷，您这怎么不早说啊？这2个吃食是顺路的，早知道小的一并帮你买回来。主子的命令你敢不从？再多一句话，带爹爹回来打你板子，赶紧去！宫锦衣面色微冷，就在他们想离开的时候，前面的小奶团突然动了，直奔萧思勉而去，凌空前踢，一脚正中球门。萧思勉呵呵一声，捂着下身，面色狰狞地跪了下去。哼，就是你欺负人的代价。云昭昭气得还想再给他一脚，不想胳膊突然被架起。你们干嘛？昭昭还没收拾够那个坏蛋，让我回去再给他来几脚。小家伙，你够勇的。那是，我刀哥的名头可不是吹的。闭嘴吧你，悍不过远打几拳好了，谁要你踢他那里了？出去的时候不是你们说男孩子那里最脆弱，需要主脸保护吗？昭昭踢他最脆弱的地方，哪里不对？小君主，祝你好运。说完，大笑着转身离去。萧思勉玩死了小画眉，昭昭才动手的。猜到了。那为什么还生气？大不了下次昭昭踢轻一点。算了，让少妇大人给你讲吧。你最近老实点啊，不许再惹乱子，听见没？静堂里，爹爹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昭昭到底错哪里了？乖，以后都跟在爹爹身边，头硬也需要保护。改日爹给你寻副软猬甲贴身穿着，好过挨闷棍或者套麻袋。还是爹爹好。爹爹，画眉死了，你得帮昭昭想想办法。泽言的爹娘在二皇子手里，昭昭得帮他找到。小奶团叽里咕噜一顿说，全然不知道破了一个多大的秘密。这个萧云真是狼子野心。宝宝，爹爹有事要去相府，你今晚没事的，昭昭睡爹爹后背上就好，不会耽误事的。先净手。好吧好吧，昭昭知道爹爹第二爱干净。为什么说爹爹第二爱干净？当然啦，爹爹第一肯定是爱宝宝呀。昭昭说的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爹爹最爱宝宝。贤侄啊，这么晚了，你带小郡主来我府上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想了想，突然一急，难道是泽言在学院？魏相莫急，泽言无事，在学院好好的。是有件事，我认为还是要告诉你妥当。魏青兄和嫂嫂可能还活着。你说什么？阿青他们还活着？贤侄，我信任你的人品，欣赏你的才华，和你父亲更是至交。这些话你从何说起？实不相瞒，是昭昭告诉我的。爹爹说的都是真的，昭昭亲耳听见的，是二皇子说的，说魏爷爷是他的一张什么底牌，有泽言的爹娘在他手里，不怕你不听话。那你看，这是偷听符，他们在那边，昭昭在这边听见，只可惜刚才听见藏人的地方就被曹夫子打断了，只听见秘密的画眉娘也被萧思勉给玩死了。你们走，今晚就当我没见过你们。回学院的马车上，听到这消息，魏爷爷不该高兴吗？怎么还把咱们赶出来了？魏相是在保护咱们，他两朝宰辅，心中自有成算。
相信很快就会有行动了。最近一定要时刻听着动静，此事出不得差错。啊，昭昭明白的。你怎么想到对纳兰琛用激将法的？云昭昭滋咪滋咪笑着，就是不答。南宫雁来了兴趣。你这什么坏表情？再不说，晚上故事不讲喽。说也行，不过爹爹不准生气。嘿，昭昭还是从爹爹你身上启发的呢，才会这一招的。对于恃才傲物的人，就要引起他的兴趣。他在院里你就跟当初爹爹你也一样，刚开始对昭昭爱答不理，最后还非要拐弯抹角的让昭昭叫爹一个道理。嘿嘿。敢说爹恃才傲物，今晚睡前故事取消。啊，不要啊！父皇说的不关昭昭的事。父皇，对不起啦，昭昭也是实话实说。同一片夜空下，摄政王府里，齐萧拿着兵书，突然打了个喷嚏。别是又惹祸了吧？哈哈，不能啊，王爷，放心吧，小郡主都说了，如今手下兄弟过万，他也是需要形象的，而且功课也有大的长进，学院的奖状都发下来了。这倒是，待明日回来，让厨房多做点他爱吃的。哪知道他们主仆二人还是想得太乐观了。第二日一早，昭昭，3次被宣上皇极殿，你有何感想呀？他这是给他留面子，没说弹劾一次。哪知道小崽子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回父皇，昭昭很荣幸。荣幸？摄政王，你不能因为朝阳郡主是你女儿就袒护她，她踢伤了我儿那处地方，这事必须给本皇子一个交代。那处是哪处呀？状告他人，连话都说不清楚吗？就是男子最脆弱之处，朝阳此举简直可恶至极。没错，昭昭以为是他身高差的问题，昭昭踢得太高了，其实按理解跳起来顶多踢到他膝盖而已。朝阳，你可知错？知错，下次动手前一定衡量对方实力强弱，面对强弱，昭昭会手下留情的。你们父女俩在这儿唱什么双簧？我四面平白无故受伤，怎能就一句知错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绝不能够。嘿，是他先踢下人的，口里不干不净的。昭昭路见不平，怎么会是无辜受伤？他是罪有应得。对，罪有应得的。昭昭为民除害。三爹，我也用了一个成语。乖宝聪明，谁说咱爹俩没文化？嘿，南宫雁尽收眼底，嘴角抽抽，俩二傻子也不看看场合。好啊，本皇子算看出来了，你们故意污蔑我儿，寻个借口就是针对我来的。行，本皇子这就去雍和宫外请父皇做主，我倒要看看这大钱还有没有王法。放肆！皇极殿隆威庄严之地，岂容二皇子你如此颠倒黑白？魏相，你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你作为皇子，不仅不加以约束，还仗着身份要压人一头，去找皇上评理，此乃不君不孝。相爷息怒。是啊，皇上，身体为重，相爷说的对呀。萧云脸色铁青，直到早朝结束。二皇子府，二皇子消消气，犯不上跟那么个老家伙置气。你还敢说？哎呦，皇子，我也是没想到啊，那魏文向来不偏不倚，怎么突然就向着朝阳郡主说话了？那还用说，定是那老东西投靠了老六，算我高看他了，以为他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原来不过一丘之貉。
二皇子所言不错，摄政王、南宫府还有六王爷中间有个朝阳郡主做纽带，不光把云记收买了，如今连魏相也……二皇子，这口气难道就这么忍下？放心，这老家伙既然找死，我就先拿他开刀。去，传我令，派人去城外西50里处的义庄，把地窖扒开，或宰杀，或割头。总之，我要卫青和他夫人2人死无全尸。是，二皇子啊。与此同时，上书房里，云昭昭一句一句把话学了出来。蚩尤，按照地址，先一步让西山大营的人过去，势必把人救下。是，王爷。待他走后，我去二皇子府打个掩护，那家伙心思重，别亲自跟去了。父亲定不喜欢魏相牵扯进楚军之争。见他们都走了，小崽子，你可以啊，现在有事都学会瞒着爹了。得，又吃醋了，爹爹小性子。快跟我们走，抱抱在下面。好在咱俩够瘦，不然还真坐不下了。小祖宗，你说的瘦是真的吗？好了，泽爷，拽好我，咱们出发。京城以西50里是个义庄。阿青，我撑不住了，这样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心柔，别放弃，就算是为了泽言，我们也要活着。他今年也该5岁了，你不想见见他吗？还有那一日吗？贼人故意设计我们追押，把我们不明不白关了2年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放心，他定是让人送饭，就是为了不让我们死。照我估计，是为了用我们的性命拿捏父亲。就在这时，在下蚩尤，摄政王特派我来相救二位，请不用害怕。卫青大惊，齐萧，你叫我如何信你？我们魏家和他素来无往，怎能凭你一句话就跟你走？那是以前，如今摄政王府和相府交往颇深，大人还是莫要多言了，赶紧走吧。爹娘，爸爸，我的眼睛又尿尿了。走吧，咱们回去找爹爹也要抱抱。小祖宗你抱吧，我可不敢。傍晚，相府里，爹，儿子不孝，让您担心了。好啊，回来就好。爹，孩儿愚笨，2年也没获悉贼人的身份，只认定是利用我们2人的性命拿捏您的朝中之人。刚开始还怀疑过摄政王，可今日……不用猜测，是二皇子萧允。爹，那他定是为了储君之位。魏文抬手，大概把这1年多的事交代了下。那摄政王呢？为什么是他来救我？是昭昭，是他救了爹和娘。昭昭是谁啊？昭昭就是朝阳郡主，摄政王亲自生的女儿。哦，不过也是南宫少父亲自生的，6王爷亲自生的。说着说着，他也有些糊涂了。总之，他是我大哥，天罡寨上万弟兄的老大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好孩子，那改日把你大哥，我是说把朝阳郡主请来可好？这些不急，你们2人先养好身体再说。这些日子，学院那边就告假吧，让泽言好好陪陪你们。是，多谢爹。与此同时，摄政王府，爹爹，有你，昭昭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哼，你要是放下手里的羊腿，我就信你。好呀，放下不行，可以给爹爹吃一口。父女俩合伙啃了半只羊。今天肚子吃得饱饱，明天还要继续上学，骑上我心爱的小宝宝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就这么开心啊？对呀，泽言的爹娘回来了，他再也不用难过，也不用羡慕别人了，就像昭昭一样，
只要有爹爹在，昭昭就什么都不怕了。齐萧的心像一面鼓，被重重的敲了一下。看着小崽子，只觉得他愿意倾尽所有，换他此刻的无忧无虑。宝贝，想不想为你兄弟出口气，痛痛快快的打场架呀？啊？爹爹，你的意思是？二皇子杀人不成，定然以为行迹败露，此时犹如惊弓之鸟，受再多气也只能……嘿嘿，昭昭明白了。邪恶小奶团1秒上线，所有的气都只能变成窝囊气。此时就是我刀哥为兄弟两肋插刀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的时候啦！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！都死了，咱们的人一个都没活吗？对，全部一刀毙命，看样子不像是山贼的手法。离京城这么近，怎么可能是山贼？定是被魏相察觉了。坏了，我去义庄定然也在他们的监视之下。二皇子，魏相可不是好对付的，要是闹到皇上那里，对我们势必不利，大事不妙啊！去报本皇子病了，这些日子不便上朝，快去！是啊，那属下先告退。鸿蒙学院里，说昨天去哪儿了？我听见你说抱抱，是不是带着魏泽言去抱抱玩去了？泽言呢？今天听夫子说，这阵子都请假不来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想知道？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泽言他爹娘根本没死。云昭昭说的活灵活现，小表情丰富又精彩。云昭昭，你不够义气，这么大的事竟然不叫我一起。你别这么说，再加上你抱抱身上能坐下吗？怎么不能？我兄弟都能坐下，我怎么坐不下？小爷去了还能帮忙呢。昭昭做得对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还是不要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的好。说得对，不过那个萧思敏实在太可恶了，还死话没鸟，随意欺负人。他第二皇子还把泽言爹娘关在那种地方，害他们分开2年，哼，真是大坏蛋。你们没听说吗？这2个皇孙仗着二皇子的宠爱，在府里为所欲为。我也听爹说过，他们在宫中仗着有德妃撑腰，横行霸道，专门挑小太监、小宫女欺负，让他们大冬天跪雪地，简直没有天理。太监不是人，宫女不是人吗？他们也有爹娘，要是知道自己孩子被人这么欺负，不行，小爷要替天行道。虎蒙将军何在？在。今日傍晚，召集弟兄们在云翔大街口集合，我们要开黑了。我负责准备麻袋、棍棒。准了，把账面上的钱拿出来，好酒好肉的招待兄弟们，吃饱喝足再行动。放心吧，大哥。兄弟，我可太喜欢你了，这才是我认识的云昭昭，真行啊你。我也喜欢我自己。云翔大街口，皇孙的马车已经从宫门驶过来了，我提前带人引开了仆从，在车轴上动了手脚，一会儿他们保准骑车。做得好，一会儿你们别靠近，带兄弟们带附近把风就好。可这样做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他们毕竟是皇孙，出了事……放心吧，父皇说了，二皇子现在生气也只能是生窝囊气，二皇子现在生气也只能是生窝囊气，这亏呀他肯定吃定了。什么？竟是摄政王出的主意？落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？不然让摄政王也认我成吗？今晚我就能搬过去。九门提督不打死你就行。昏暗中，切，娘的，今天真倒霉，马车还坏半路了。要不是怕挨淋，本皇孙说什么都不能下来。哥，你别气，一会儿回去把这事儿告诉爹，让他狠狠罚那个马夫，打他20板子，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出错。没错，还有那魏相，不知做了什么，把爹气成那样。改日咱们也该见见他孙子了。哥，你说那个矮冬瓜呀，瘦不拉几跟个病猫似的，我一脚就能让他见阎王。对，还有那个朝阳，再让我碰见他，绝对把他一脚1000倍还给。
话没说完，萧思勉的天黑了。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敢给本皇孙倒麻袋，不想活了！2个烂人，今天刀割出马，你们自身难保，还想害别人？嘿嘿，祖父祖母，你们听昭昭给你们学，当时的情况那叫一个精彩，那叫一个痛快。就这样，我一个黑虎掏心，然后再一个后踢，尴尬的发现腿有些短，踢不到萧思勉的下巴。那然后呢？就这么放过他了？哪能啊，弟兄们都看着呢，腿不够，棍子来凑。我当即拿着棍子，使出一记回马枪，那萧思晴捂着肚子就跪下啦，痛到爆。嘿嘿，昭昭这力道，祖父您放心。真棒，好啊，太好了。祖父祖母，你们猜这几个兄弟里面谁最黑？你们想都想不到。我猜是顾家那丫头，她爹是将军。未必，我觉得呀，是九门提督家那儿子。不，都猜错啦。难道是虎萌萌？都错了，是子谦。我也没想到子谦竟懂学问，专到他俩痛的地方下手。他拿着棍子打的地方，萧思晴和萧晴勉叫的最大声，麻袋都被眼泪浸湿了呢。哈哈，不错，这孩子将来是个人物。对，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。你们就惯他吧，打人也是能夸赞的事吗？祖父，爹爹兄昭昭。不会说话就别说，昭昭为民除害，哪里做的不对？我孙孙最棒了。嘿嘿，祖父也棒棒，祖母也棒棒，爹爹坏蛋。说谁坏蛋？是父王告诉昭昭的，现在二皇子只能受窝囊气，根本不管去皇爷那里告状，昭昭这才动手的。什么？摄政王这么宠孩子的吗？唉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总之没被发现就好。事实证明，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。二皇子府里实在是岂有此理！你们2个蠢货，被打成这样，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我知道是云昭昭，一定是他。你可有证据？还有什么证据？那一身奶味，外加虎头鞋，京城里除了他，还有谁能这么嚣张？殿下，咱们这就去王府找摄政王讨个公道。讨个屁！他齐萧分明就是故意的，捏准卫青刚回家的时机，算准我不会找父皇把此事闹大，这亏摆明让我吞下的，还看不出来吗？爹，这气儿子忍不下。对，他踢的儿子好痛，那个地方现在还没知觉。萧允气得很了，眼睛充血，咬牙转身离开。瑞雪兆丰年，一场大雪骤然而止，给京城添了些年味。恭祝你福寿与天齐，恭祝你新年快乐。小家伙，谁教你这么拜年的？不用人教啊，昭昭自己会啊。老爷爷，你收到昭昭的祝福了吗？有趣有趣，来人！仆从把压碎辟邪的钱袋子递过来，被他挥退。不要这个，去拿2个大金锭子来。小家伙，没猜错的话，你更喜欢这些吧？见云昭昭寒萌的点头。那你是打算融了打套金手镯，还是金钗环呢？都不啊，这些够换500担米，能熬粥烙饼，供京城6旬以上孤寡老人吃10日的。最近京城街头的粥棚是你家开的？是昭昭的虎头帮开的，厨子来自天罡寨，听说祖上干过御厨。去，把称儿给我叫过来。谁没孙子似的？府门口，夫君，妾身已经尽力，
可晨儿还是抵触我，连门都没让我进。纳兰冲连忙安慰：你放心，你先等在外面，待我帮你出气。混账，竟然敢对你继母不敬，不过是邀你去前厅待客，有何不对？你的君子涵养、教导礼义都学哪里去了？去，让孟雪把那孩子引上病，一切按照我的安排做。我知道夫人您是为皇子妃和2个皇孙抱不平，可这么堂而皇之的在纳兰府动手，会不会太显眼？那摄政王的手段，那又怎样？一场意外，真追究起来也追不到我的头上。哼！再说，我纳兰家祖上助女帝打天下，手握丹书铁券，我就不信一个小女娃还真能让皇上降罪不成？行了，快去吧，我去换身衣服，一会儿过去。是夫人。屋内，纳兰冲骂着，听门外脚步声渐远，这才停下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老爷，我也是来寻少爷的，老太爷那边还等着呢。那少爷呢？去哪儿了？老爷，您忘了，今日也是夫人的忌日，少爷定是去后院采白菊了。一会儿遇见少爷，千万别说我来过，也别提慕敏，省得他不高兴。是老爷。前院，孟雪，我好羡慕你啊！你姨母是纳兰府的继夫人，那琛公子就是你的表哥了，你岂不是天天能见到他？也不是，我又不是住在纳兰府，不过琛表哥确实对我很好。你就好了，我们只是远远见他一面就心满意足了。对啊，自从见到他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云昭昭挠着头，这一个个字分开他能明白，怎么合在一起他就搞不懂了呢？哎呦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朝阳郡主吗？怎么还偷听人说话呀？你睁着2只眼睛喘气的，什么叫偷听？本郡主这是叫光明正大的听。好啊，既然是正大光明的听，不如你来帮帮这些姐姐，她们呀可烦恼了。听说你可是什么虎头帮的帮主，还不如你来帮帮忙解解惑。什么爱不爱的，我看就是闲的，上2天学就好了。谁帅了？你个小孩子，好不知羞。对啊，我们哪有？没有嘛。可刚刚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念念不忘，愿意溺死在他的眼里，这话不都是你们说的吗？好了好了，小郡主童言无忌，大家别多想。今日天气正好适合冰嬉，不如我们去湖面上玩吧。这可是皇家运动，他只会街头滑冰吧？怕是连真正的冰嬉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瞥一会儿贻笑大方了。行，跟你们玩玩也行，不过得掏银子。这就是跟我玩的门槛，掏得起的，今天就跟你们赌一场冰嬉。几个女生望而却步。怎么，刚刚还让的花，一拿到钱就傻了？有本事就来。这是我的祖传之物，价值千金，你可满意了？还成，水头中上，勉强来一场吧。楚梦雪换上冰鞋，气得第一个滑去冰面。没一会儿，她收了动作。小郡主，该你了。急什么？昭昭的舞伴还没有来呢。只见袁昭昭挺胸抬头，滑进冰面，身后竟跟着2只天鹅。好好干，跳好了，怕你们都行回王府。这事儿昭昭有经验。是我错了，我也没想到冰面会裂开。算了，总归昭昭没事儿。大夫说你孙子怎么样？怎么还没醒？他从小总闹病，又挨了冻，怕是要起高热。总归昭昭说要等他醒了再走，不如咱们去前厅先用饭。吓都吓跑了，还吃什么饭呢？屋里7、8、9、10，哇，你是睫毛精吗？是不是跟骆驼一样，在沙漠里面也不会迷眼？就在这时，你是谁？
刚刚从湖里面跟上来的吗？小贵人莫要靠近，我不是跟来的，我是这个屋子的女主人，我生前就住在这儿，并非作恶。女主人，那不就是……放心，公的之光靠近你会让你魂飞魄散的，我不过去，你别害怕，今天是你儿子救了我。他是个好孩子，是我没福气多陪伴他几年。你放心吧，你儿子在国子监可是风云人物，君子料力，谁能比得过他？蹴鞠也相当好，略胜我一筹吧。看不出来，小贵人你蹴鞠这么好。那是，不是我吹，那么多国子监的人都看着呢。我这头球感不是一般的好。小贵人性格真好。我告诉你哈，整日处在女人堆里就是这样。你是不知道他在外面有多夸张，那些女孩见到他都走不动道。昭昭以为是阴气过盛的缘故。你是不知道，你儿子牛气得很，跟他说话爱答不理的。根据昭昭分析，他极有可能是装的，故意引起那些女孩子的注意，都是套路。三爹爹早跟昭昭说过。他全然不知儿子在外竟是这样的。闷骚，你是说斯文内敛的人骨子里面其实狂热澎湃？好吧，昭昭又学到一个词，对，他就是闷骚。两人谈得尽兴，全没注意床上某人额角青筋凸起。等等，你是说你太过执着，所以迟迟没有投胎？是啊，他爹的花心我早看开了，若不是放不下真儿，我怎么会一直在这里？小贵人，怎么了？实话告诉你，鬼可以因为执念被困在人间，不愿意轮回，但从没听说过被困在一个地方走不出去，除非他中了四方煞。是何人要害我？我都已经死了，困着我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身中四方煞，须得生前把鲜血给人，再用你的头发、死去的一块骨头作为献祭，这人必定恨你入骨。